中受到了委屈，你会如何释放情绪？如何向对方表达？这就是我之前也说的一遍，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开心，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因为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一个爱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输出口。对，你就可以在自己难过的时候去找他去发泄，去把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去发泄掉。比如我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就会唱歌，唱一两首比较尖叫一点的歌，就会把自己的情绪发泄掉。哎，顺便还练了一下唱歌，还锻炼一下自己的专业技能，没错。我也喜欢看电影，怎么之类的。总之，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情绪的出口。你如果喜欢跟朋友聊天，那你就找朋友聊天；喜欢吃东西就吃东西，不要把自己憋着。因为保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找一个自己真的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情绪发泄出去的一个方式，但是不要伤害到别人的方式。这个忙完一个大项目，明天就要开启。忙完一个大项目，明天就要开始长假了，你还浪费时间听我的歌，玩去吧！不要听歌了，玩去吧。自己在 emo 的时候如何被老板顺毛？我希望我在 emo 的时候的话，问一两句吧，然后问一两句就够了，不用问太多。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下，你看我好难搞啊，就问一两句。这个行业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有哎，首先我一直都知道就隔行如隔山这件事情，我对医生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们很辛苦。但是随着现在也录了我们现在是第7期 offer， 你会发现他们的辛苦比你想象的要辛苦很多，而且非常的具体化。他们无时无刻都要去看所有的病例，而且他们面对的所有的一些病症或者是一些医学知识，都不是停留在教科书上的那部分而已，他们随时都在更新。所以这些难度都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而且还有包括一些什么24小时的全班啊，什么样的及时都要随 call 随到啊，这些细节都是可能平时生活中不会太了解的，就是对他们更多的一份尊敬。在关注实习生在成长的同时，会带入自己。我觉得观察实习生的时候，首先会觉得他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小朋友们一样，然后从他们就是刚刚进入到这个环境，刚刚开始用自己在教科书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不适感，或者是那种环境的那种突兀或者是不适应，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么巨大的成功，你会觉得很像自己在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很多时候可能没有人来教你要做什么，你只能让自己不停的主动性的去学习、去探索、去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共同感的，而且更多让大家共情的是每一个我们医学生他们自己身上鲜明的那些个性。对，有的人可能会像我们李不言一样，就感觉平时比较害怕一点点，然后比较内向一点点，但其实自己心里所有准备都是有的，就可能需要得到一个认可，或者需要一个被大家看到的机会。那也有可能会像方伟航一样，对，因为他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嘛，他会背着很大的压力，然后再到后面得到了非常有用的老师的指导之后，让他把那个重担卸下来之后，然后开始真正的可以正视自己的能力，然后开始慢慢运用起来这样的成长。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发生，所以一定会共情。在录制的时候，你总是关注到一些细节，在私下也会是一个细节控吗？我在生活当中应该不算是细节控吧，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细腻一点、敏感一点点。对，当然上面还没说完，就是当然我们也会很羡慕像冯琛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小天才一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就是可能不叫细节控吧，不到细节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东西。王伟被批评之后，你有提到严主任的顺毛是很需要的。深深一般如何顺身边人的毛？顺身边人的毛，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就随便问一下，我们要不要去吃个东西，或者是你今天怎么了？其实这种最简单都是很简单的一句，其实有的时候在多少程度上都会顺到他的毛。但是有点就是你要看一下他的眼色，有的人的性格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希望就是去更多的去说话，就是希望在一个沉浸的环境当中，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结束在问候那一句就好了，或者是你在微信上问一句就好了。如果他希望自己在一个人待着，那就给他一个他自己最舒服的环境。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所有的老师们和所有的带教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就真的是根据不同医学生的性格去顺他们不同性格的毛。希望自己在 emo 的时候如何被老板顺毛？我希望我在 emo 的时候
话，问一两句吧，然后问一两句就够了，不用问太多。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下，你看我好难搞啊，就问一两句就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被要求展示自己要有职场存在感，如果是您会怎么做？比如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是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因为这样老师提问不会提到我。但我的性格在班级里也是一个没有太大存在感的人，除了唱歌的时候，不唱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埋在班级里的人。随着慢慢工作，你会发现你需要去让自己的能力用上来，要不然你老师你能够做的事情，但你一直没有机会去做，不仅是消耗自己，也消耗看好你的人，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一直在期待你爆发的一下，但你怎么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主动去爆发，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向吧，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更好能够展现自己，而且很多时候也不要过于的想展现自己，就是在顺势而为的情况下再主动一点点。如果在职场中受到了委屈，你会如何释放情绪？如何向对方表达？这就是我之前也说了很多遍，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开心，喜欢唱歌这件事情。因为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一个爱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输出口。对，你就可以在自己难过的时候去找他去发泄，去把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去发泄掉。比如我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可能就会唱歌，唱一两首比较尖叫一点的歌，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发泄掉。顺便还练了一下唱歌，还锻炼一下自己的专业技能，不错。我也喜欢看电影，怎么之类的。总之，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的情绪的出口。你如果喜欢跟朋友聊天，那你就找朋友聊天；喜欢吃东西就吃东西，不要把自己憋着。因为保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找一个自己真的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情绪发泄出去的一个方式，但是不要伤害到别人的方式啊。这个节目里有发出灵魂拷问，如果都想多睡10分钟，那为什么不早睡10分钟？珊珊平时的作息是怎么样的？我平时的作息，所以要感谢我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晚收，有2、3点的、3、4点的都会有，或者以前的时候会有更晚的。但是在自己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很难做到在什么12点之前睡觉啊。我就是说了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就是我们在早上起不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要是那一天早睡了半个小时，我现在就会好很多了吧？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无论怎么样，就是成年人嘛，承担自己的结果，承担后面的那个后果就好。就是你哪怕睡得再少，你也要在工作的时候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那我就允许你少睡那么几分钟。如果你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那你就务必要强行的让自己去早睡觉，因为会影响到。音乐其实是职场人的很好的治愈良药。如果让您根据以下场景推荐一首歌曲，您会怎么选择 ？A. 加班到很晚，独自坐在回家的地铁上。好惨啊！加班的又很晚，又是自己，然后还在赶地铁。不过有一点好的是，他赶上了那个地铁。适合推荐什么歌呢？那就推荐10节。因为恭喜你赶上了地铁，真是一个美好的10节。因为无论怎么样，我相信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10节它是一个比较欢快一点的一个风格的歌曲，所以应该能够让它稍微抽离一下那个方向。B. 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此刻非常焦虑的晚上。非常焦虑的晚上，那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听 Ruby 一首英文歌，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因为首先你焦虑的时候就不要太让自己去思考很多事情，然后它是一首英文歌，所以就对于我们母语来说，我们听个外语的时候，你更容易让自己分散一点点注意力。而且那首歌我觉得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冷的一首歌吧，又清冷又大，所以它又有收的地方又有放的地方，所以应该比较适合就是在你焦虑的时候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对。C. 忙完一个大项目，明天就要开启。忙完一个大项目，明天就要开始长假了，你还浪费时间听我的歌，玩去吧！不要听歌了，玩去吧！私下里会和朋友如何推荐这个节目？只要你关注了我们那个人心动的 offer 第3季，就会让你长寿。因为耳濡目染，你也会学习到一些医学知识，就会开始注意一些小细节，然后也会意识到健康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像有一句话，其实你不失去，你不知道它有多重要，但是我们不能真的让你失去呀。你就来看我们 offer， 对吧？你就来看一下这些人间冷暖，所有的
发生的好开心的事情、治愈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或者是无奈的事情。因为医院它就是人世间最浓缩的一个地方，你就刚好可以看我们 offer 去了解到，又可以学习到健康的知识。